俄总统普京近日签署总统令，禁止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不友好国家及个人进行部分业务往来。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与美西方的能源战正在升级呢？是的，梅西。总部位于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有天然气企业。仅在2011年，它就为俄罗斯贡献了8%的 GDP。欧盟各国无疑是它的主要客户。普京的这份总统令主要针对俄罗斯的不友好国家。这份名单在今年3月公布，其中包括了美国、英国、乌克兰以及欧盟全部27个成员国在内。这份禁令生效时，欧洲各国的电视台正在播放天气预报。在阻塞效应的影响下，来自北极的冷空气将席卷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这两条消息的接踵而至，无疑令整个欧洲都打了一个寒战。我们旗帜鲜明地反对将能源武器化，但这一幕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就一直在上演。有人说是俄罗斯单方面挥舞着能源大棒，要挟了整个欧洲，但被爆炸摧毁的北溪管线再一次给了人们一记耳光。这桩谜案提醒我们，观察这场能源博弈不能仅仅盯着欧洲地图。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同样深度介入，甚至是赚得盆满钵满。能源不仅被武器化了，还成了鞭策盟友谨言慎行的教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的方案是，强制性要求欧盟成员国减少用电需求，对非天然气发电公司额外征税，对化石燃料公司额外征税，对俄罗斯天然气实施限价。据美国政治新闻网 Politico 透露，欧盟委员会考虑的方案是将俄罗斯天然气的价格限制在50欧元每兆瓦时，也就是不到目前现货价格的1/5。好家伙，这分明是写作限价，读作砍价。普京对此大为光火，这个价格比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他们与欧盟签订的合同价格还要低。老实说，我也不知道冯德莱恩的自信从何而来。据统计，2020年欧盟有29%的原油、43%的天然气以及54%的固体化石燃料进口来自俄罗斯。哪怕俄乌冲突即将打满1整年，俄罗斯途经乌克兰的天然气管道依然在持续向欧洲供气。12月5号。欧盟禁止从海上进口俄罗斯原油的制裁已经生效了，7国集团也应声加入了对俄罗斯石油实施最高价格限制的行列。欧盟委员会的做法无疑是为欧洲工业乃至欧洲民生的慢性自杀踩下了一脚油门。讽刺的一幕早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已经上演。尽管欧盟委员会摆出了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但欧洲各国还是赶在禁令生效之前大规模采购俄罗斯能源，这让印度为代表的中间商颇为惊讶。印度石油部长普利向美国媒体吐槽，欧洲人现在1个下午采购的俄罗斯石油比印度1整个季度买的还要多。我想，对这一切，冯德莱恩应该也是看在眼里，默不作声吧。另一方面，俄总统普京周4在召开记者会时表示，将致力于结束这场俄乌冲突，越快越好。那您是如何来看普京的这番表态？俄乌冲突今年2月底爆发，从春寒料峭打到凛冬已至，现在一转眼都快1年整了。俄方冠之以特别军事行动的名义，最初确实是打算以闪电战的方式快刀斩乱麻。但如今的战局走势再次验证了那句名言，那就是兴兵容易，止战难。就连普京自己也承认，战局并未按照预期计划进行，情况很艰难。耐人寻味的是普京昨天这番结束冲突越快越好的表态，是在泽连斯基访美会见完拜登总统之后做出的。克里姆林宫对美乌领导人此次会晤表达了遗憾。佩斯科夫说，美国与乌克兰领导人均没有表达出想要倾听俄方关切的意思，连一篇呼吁和平的声明也没有发表。几个月前，我曾经分析俄乌冲突的降级模式以及和平解决方案仍然没有显露出曙光。
如果将乌克兰战场比作一团篝火，如果各方仍然在往里面投放柴火，我们显然不可能指望这团火它会自己熄灭。就以泽连斯基此次访美作为观察点，他从拜登手里拿到了总价18.5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清单。那么细看这份军援单子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无疑是舆论最为关切的所谓新内容，但我却留意到另外几个细节，比如说清单里首次出现的捷达姆套件，这类套件可以将传统自由落体式的铁炸弹改装成具备激光引导能力的精确制导炸弹，将大大提升乌克兰空军的对地打击效率。此外，清单上还出现了哈姆反辐射导弹的影子，这款导弹的供货将继续为乌克兰空军压制俄军防空系统创造空间。综上两款都是美军自用的空射机载武器，也就是说，这场冲突打了足足10个月。经过美国国防部的评估，乌克兰空军依然具备相当的战斗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单上有多达10万发125毫米坦克炮弹，以及数万发152毫米、122毫米榴弹、122毫米火箭弹。要知道，这些口径数据清一色都是华约制式。美国引领的所谓北约制式，主要使用120毫米坦克炮、155毫米榴弹炮，也就是说，清单上的这10几万发炮弹都不是美国生产的。我推测，主要来自欧洲一些曾经的华约国家的军火库。这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之一，那就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军火提供者。随着这些柴火陆续投入，乌克兰战场这团火恐怕只能越烧越旺。从这个意义上看，就算普京释放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积极信号，但美国目前还没有接茬的打算，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